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我们之前就说过，我们最近要来陆续更新我们剪辑用的桌机。那这波主要替换呢，就是当年12箱的 i9 12900K、i7 12700以及一台 i5 13600K， 这颗也是一代神域啊。当年入手一堆12代的原因也很单纯，一来是12代当时真的是太香啦，而且这些机器终其一生都是跑各种的创作软体，所以 Intel 这块还是相对强。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工作室主要用的还是 Adobe 的全家桶啊。当时随着12代上市不久 ，Adobe 就在 Premiere Pro 上面首发了 Intel 内显的 GPU 加速的支援。当年光是开启内显加速的选项，就可以省下10%左右的输出时间。如果是看即时的内显加速，更是比纯 CPU 解码快了50%上下，可以说是比你花钱升级 SSD、升级 RAM， 或是从 i7 升级到 i9 的提升还大，算是 CP 值超高的重磅更新。而这个内显加速，直至今日为止还是爱家的拿手强项。比如说，我们透过一台规格完全相同的 Core Ultra 9 285K， 搭配上 RTX 4090以及 96GB RAM 的桌机，实际输出了一个10分钟的 YouTube 4K 影片专案。光是把内显加速开启，你看输出时间就直接省下15.3%，非常有感，所以一定要开啊！好了，讲这么多，今天就是来组我们2025的第一台主机，同时这集也会分享一些组装工作机上的逻辑和差异测试，比如说 PCIe 4.0、5.0 怎么选，RAM的容量、频率怎么选，等等等等。所以本集的规格表非常不建议直接照抄，而是把整期节目看完，符合你需求的配单答案就出来了。啊，对了，这集我们也跟 Intel 借来一颗 Core Ultra 7处理器 265K。回答上一集有人在问，今年 Core Ultra 7和 Core Ultra 9在输出效能上的差异，预算有限的话，推荐怎么选？好了，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看菜单。首先来看 CPU， 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大家敲碗的 Intel Core Ultra 7 265K， 我觉得会是今年 Core Ultra 200S 系列处理器当中的黑马。等一下我们详细来测。今年的 Core Ultra 7 265K 总共有8个 P-Core， 12个 E-Core， 最大超频 5.5 GHz， 搭配上的是300 MHz 的 Intel Graphic 内显，拥有4个 Xe-Core。而在 Core Ultra 9 285K 上，同样搭配的是8个 P-Core， 但是提升到16个 E-Core， 最大超频至 5.7 GHz， 搭配上的内显规格完全相同，也是拥有4个 Xe-Core 的内显。那这两颗处理器都是采用台积电 N3B 制程所打造，不过 Intel Smart Cache 的 L2 快取都再高了一点。那看到这边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大家非常期待 Core Ultra 7 265K 的表现啊。主板部分，工作机我自己还是习惯挑好一点，今年 Z890 大概2万上下都可以挑到很不错的高阶版。我们这次搭配的是 MSI 高阶定位的 MEG Z890 Ace。那这张作为 MSI 的高阶版，整张板子的细节同样很足。首先是 I/O 部分 ，Z890 Ace 直接内建了2个 Thunderbolt 4。拿来传输或者直接输出画面都很好用。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10GB 的接口，搭 10GB 的内网更方便。然后用的是320 MHz 频宽的 WiFi 7网卡，天线有快拆设计，而且网卡给的不错，是 Intel Killer BE1750X， 直色可以成功连上6 GHz 频段，以及支援 WiFi 7 MLO 网路。以上3点对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舒服、喜闻乐见的规格配置。而在继续讲板子之前，不得不提到，今年 Intel 大改 Z890 的 PCIe 通道配置，直接拉到了20条的 PCIe 5.0 通道，并且其中116通道可以再切成180加140加140使用，这也让这一代的主板插槽配置有极高的弹性。比如说 MSI 就在 Z890S 塞好塞满总共5组的 M.2 插槽，其中142槽支援了 PCIe 5.0， 其他基础配置我就快速带过，包括塞满24加2加1加1相位的数位供电，塞好塞满了散热模组，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代 Intel Core Ultra 200S 系列的处理器功耗大幅降低，这个供电和散热只能说是相当豪华。并且这次 MSI 不止在散热铠甲上加上了液压一台，你看整个散热片这下来的快速拆装设计。那 SSD 本身也都有快拆设计，显卡当然也要有快拆设计，该有的接孔强化、金属背板、插槽加固、涂塑 LED 和智慧按钮，反正 MSI 的高阶版规格绝对是该有的都有。好，主板我们大概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来看一些周围的零组件。散热器上搭配的是 MSI MEG Core Liquid i360，
RAM 的话，我们主要会搭配48×2，总共96GB 6400的记忆体，让所有输出的专案都没有瓶颈。那我们自己目前也是48×2作为主力，除非有特挑啦，要不然48×8目前还是相对稀少，而且稳定性还是没有2条来的稳。SSD 部分，为了排除瓶颈，我们也是直接上好上满，搭了一条美光的 Crucial T705，这是一条顶级的 PCIe 5.0 SSD， 采用的是美光自家的232层 3D TLC 颗粒。透过这次 Qualtra 7 265K 的平台，实测有着超过14000 MB/s 的超扯循序读取，写入也达到超过12000 MB/s 的表现，非常猛，第一梯队高速表现。那 T705 是有裸条和搭配散热器可选。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选高阶版，其实买没有散热器的版本就很够用。那如果你的主板没有散热器，务必要加散热啊 ！PCIe 5.0 的温度不是开玩笑的，反正就是一条目前顶端级别的一条 SSD。显卡部分，50系列继续排队啊，40系列先来挡。然后机壳和 Power 部分，我们搭配的是 MSI MEG AI 1300P PCIe 5 1300瓦的电工，以及 MSI 的海景房机壳。好了，看到这个菜单，虽然带了一点微奢华的感觉，但整体还是比较平衡实用的配置。不过不建议大家照抄啊，继续往下看不同组合到底差多少再决定。那我们就进入到实测环节。接着我们就直接来测一下今年剪辑用途哪一颗 CPU 更值得选择。首先，我们还是来看 Pocket Bench 的 Premiere Pro 量化测试，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两颗处理器的相对关系。Qualtra 9 285K 大约是比 Qualtra 7 265K 有着 3.4% 的提升，而 Qualtra 7 265K 又比上一代的 i9 14900K 有着 3.14% 的提升。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创作用途的朋友无论如何是完全没有理由放着台积电制程而且效能更好的 Qualtra 7 265K 回过头去买任何14代的处理器的。那如果看上价格的话，今年我个人的确是更推荐 Qualtra 7 265K， 整台打起来的价格比较均衡。好，相对关系大家了解了，那我们要开始加大强度，直接来 Premiere Pro 重度负载的15分钟 4K 原片、4K 动画加简单调色的输出测试。这个测试会是以重度 YouTube 4K 影片专案所设计的，平常 loading 比较大的创作者可以参考这组测试，并且在这个专案中也会包含 After Effects 透过 Dynamic Link 串接的动画素材，测试强度算是相当之高。经过我们实测，今年 Qualtra 9 285K 再搭配上4090，再插上 DDR5 6400两条 48G 记忆体，总共 96GB RAM 的配置之下，大约花费9分6秒完成输出。而若是搭配 Qualtra 7 265K 之下，则是耗时9分17秒完成输出。所以在实战表现上，的确也与前面的量化测试结论相同，今年的 265K 明显更有含金量。而若是对比上一代的 i9 14900K， 搭配上相同的4090以及 96GB 记忆体，那今年无论是 Qualtra 9 285K 还是 Qualtra 7 265K， 都能省下 14% 左右的输出时间。所以在创作端，今年 Intel 的提升幅度还算不错。那我们也对比这次要替换掉的 i9 12900K 加4090，换上 Qualtra 7 265K 加4090的新硬体，大约可以省下 30% 的输出时间，进步还是有感的。尤其目前的测试片段动画比例只有平常的一半，通常我们正片的动画比例会更高。那目前测下来，每个动画专案大概可以省下 40%到50% 的输出时间，所以如果是工作用机，是完全没有理由回去选12、13代的。那这个规格，就算偶尔想玩各种3A 大作也是没问题。比如说我们随意跑个黑神话悟空 ，4K 最高画质，在开启 DLSS 之下，可以轻松达到平均125帧的表现。接着来测《碧血狂杀2》的最高设定，轻松达到平均119帧。最后我们聊聊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硬体选购差异。首先，记忆体频率有没有差？我们同样以 YouTube 10分钟 4K 短片测试，然后我们让 RAM 的容量本身存在瓶颈，这里搭配的是16×2，总共32GB 的 RAM， 然后分别测试5600和超高频8200两个档位。那经过我们实测，两个不同频率之下的表现几乎对输出时间不存在影响，所以剪辑创作机真的不用盲目追求频率。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既然频率没差，那记忆体容量有没有差？我们准备16×2，总共32GB， 以及48×2 96GB 两条实测。那我们就要上高强度了。我们测试 YouTube 15分钟 4K 大型专案。那从结果上来看，非常明显啊，32GB 之下花了26分17秒完成输出，而96GB 只要9分17秒，省下了65%的输出时间。
所以我们才一直说创作机请务必把一定的预算留给记忆体容量。如果要把钱花在刀口上，就是确保记忆体容量在输出的时候不存在瓶颈。那今年 4K 创作推荐至少48甚至64GB 起，有动画需求的话就只上96GB8。然后身为大量大型专案的过来人，真心分享，如果不想要有事没事就 BSOD 的话，记忆体一样推荐以2条的套组为优先，稳定性会大幅的比4条来得好。那如果你真的要买4条也没问题，请买已经特挑过的4条套装，千万不要分开来购买。最后一个常见问题 ，PCIe 4.0 和 PCIe 5.0在2025的现在有多少差异？我们准备了 PCIe 4.0时代当年的王者三星990 Pro， 那 PCIe 5.0 选手则是美光的 T705进行实测。我们同样测试楼顶更高的 YouTube 15分钟 4K 大型专案。经过我们实测，2条分别是 PCIe 4.0 和 5.0 时代的王者，990 Pro 大概花了9分46秒完成输出，而 T705 则花费9分17秒完成输出，所以大概可以省下 5.2% 的输出时间。所以结论还是不变，升级到 5.0 的确可以省下超过 Core Ultra 7 265K 升级到 Core Ultra 9 285K 的差距。所以如果有预算，当下价格还不错的话，的确 5.0 也是个值得投资的项目。最后要提醒所有拿来剪辑的朋友，务必要在 BIOS 里面关闭自动关闭内选的选项，确保内显保持开启。然后你到 Premiere Pro 的设定里面，就可以看到会出现 NVIDIA 和 Intel 2个选项可以勾选。有些 BIOS 会在接上显卡之后就自动关闭内显，那创作机的朋友请务必要确定内显开启。比如说我们这边也实测一个15分钟大型 YouTube 4K 影片专案，并且在这个专案中也包含 After Effects 透过 Dynamic Link 串接的动画素材，测试强度算是相当之高。庞大专案的创作者可以参考这组测试结果，在纯靠4090搭配 Core Ultra 7 265K， 然后关闭内显输出的状况之下，大概需要10分31秒完成输出。而我们把内显打开再测一次，提升非常之大，现在只要9分17秒就能完成输出，也就是省下 13.3% 的输出时间。所以不要小看 Intel 这次搭配的内显，对创作来说真的非常实用啊。好，以上就是关于剪辑需求创作者在选购零组件上最主要想问的问题实测啦。如果你看完这期节目也买好零件，准备要动手组装的话，我们也有制作一集非常详细的电脑组装教学以及注意事项，现在就去看吧。整体来说，今年创作端除非你要追求最顶，那的确 Core Ultra 9 285K 还是会有所提升。但如果是以价位带考量的话，今年的创作端黑马，我个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Core Ultra 7 265K。今年没意外的话，接下来我们更新的机器也会以 Core Ultra 7 265K 为主。那其他零组件上，我一定会先留预算的优先级是主板、显卡以及记忆体容量。主板我们过往都是以顶板作为首要考量，工作机还是先求稳再求 CP 值。那我觉得这几年下来，稳定的主板绝对是值得投资的项目。那显卡一般 4K 剪辑还是建议4070起，有预算的话就继续往上选。那大型专案如果买得到4090的话，依旧是目前 CP 值最高的一张卡，没有在开玩笑。然后一定要给充足的记忆体容量，4K 专案基本上就建议64GB 起比较稳。那如果还有预算的话 ，PCIe 5.0 大概还有这5%到6%的效能提升，有预算的话还是值得投资的。不过记忆体频率就不用盲目追求了，提升真的不大，建议容量优先。此外，因为今年 Intel 的功耗大幅降低 ，CPU 散热器、电工的选择弹性都高很多，但也不用提心吊胆，顺着买就不会有问题。最后也提醒大家，要关注处理器不定时的 BIOS 更新，透过下载最新的 BIOS， 也可以减少 bug 出现的机会，让效能发挥到更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重点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装机建议、选购建议，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